嗨，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我们来看一下 Exit 买豆姐抛了一个 Hold the Line Huddle 然后大家狗狗金项链拿着旗子 Huddle。对，面对这种下跌的时候呢，就是不简单。当你选择不动的时候不简单，但就是我觉得现货这个的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当然前提是你要稳住，对，然后冷钱包放他冷钱包就安全让他躺在那，然后思考的应该是我自己的那个思想怎么转呢？就是积累期现在就是适合囤积的时光，当然还有可能会更便宜，所以现在我也是保留实力的低，保留这个 DCA 的习惯先养起来，然后等等看是不是真的有出现一个底，而且像狗狗币之前找到底之后，它其实是会很长一段时间横到真的没有信仰人是根本不会去买它，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这个我们在看过往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只会这样子一句话带过，或是一个眼睛从左到右这样飘过嘛。那些其实那些 K 线都是用时间去走出来的，对。但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说 ，DCA 的话就是越新进账，也是要时间，所以就以要替下一轮牛市做准备的时候，熊市就是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应该是说要替新的一轮做准备的开端，这个就是第一步。对，那已经买到身上的这些币，存着的币呢，就是选择不看，因为你怎么就是不会在这选择售出嘛，对吧？所以你就是拿好然后当作没有然后只专注于这个未来更便宜的这个持续的让这个颗数变多，这个筹码先囤起来我个人是这样的方式去面对。那你说拿着会不会有感觉什么？当然有啊。所以送冷钱包不要看，你只要管颗数，你不要看你现在价值多少，因为价值多少那个是当你要卖出的时候有差，你都没有要卖的话，那你去管现在价值多少干嘛呢？如果那笔钱本来就是你就是拿来 huddle 到退休的那个概念的话，你就让它躺在那就好了。那确实加密货币就是有周期，那就是在这种最尾段的时候，熊市这种下跌前的这个最尾段也是最难受的，然后再来这个跌完之后还会有一段时间是磨死人的，就是根本没什么行情，连往下都没有，就是在那边横的，对，然后无聊行情，无聊到真的都没什么人在谈币了，真的。那这个时候就是适合 DCA 的日子。那 DCA 其实也不容易，就是急性子或是没耐心的人肯定不要啊。对，DCA 看似就是好像很傻乎乎的，可是它其实真的是充满智慧，因为它是一个把风险什么降到最平均，然后最安全，然后现货的方式，现货的 style 的一种方式，所以现货是真的能活着的。当就是价格不变嘛，然后会有人仓位不见啊，或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加密货币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局，真的是。那后面都是比谁活得久，所以大家一起加油。这个真的，其实说真的，你说今天真的跌很多吗？很多趴吗？没有，只是它已经在相对低位，然后又往下走，那个感觉不太舒服，真的。因为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往下找更低的嘛，那肯定的可是如果你是以一个你愿意现在是积累期，你愿意再买更多的时候，好，我们现在价格假设是这个 0.0736， 你要买 0.0736， 还是你想买 0.0536， 还是你想买 0.0336？ 其实越便宜越好。那当然，你如果看着你手上的那些货越便宜，然后你去换算了法币价值，你肯定会不舒服。但这个在 huddle 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多余的。当然，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被掏烂，没错。可是你往那边想，其实没有帮助，因为 huddle 的过程，它其实就是要你拿好。
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牛市爆发。那在便宜的时刻就是更应该买进的时候，那以前买的就只能先把它放在旁边，就是这样，这已经是一个很理性的概念了。HODL 就是这样，对，那然后呢，其实也别小看自己，这种行情或什么，其实人呢会习惯，所以会习惯的。然后呢，这个熊市呢就等它来哦。我现在就是个人，就是我要存钱，我要存，然后我存到10月，然后看看价钱是怎么样。但我一样小利滴，我一样小利滴。好，我现在一样就是低我的Doge跟莱特，好，大家加油。然后还有这个，随着 MST 啊，过去1年跌了75%。然后市场上各种的调侃视频出来啊，那是正常。最棒的是 Bitcoin， 跌的时候我觉得很现实啊。人性是什么？跌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不相信，然后开始慌嘛。那可是，然后他讲的话你就觉得对不对？但是就是对于真正的信仰，我相信有比特币的信仰者，他可能就手上如果也有货，好，他一定也会。如果他选择拿着的话，他就是肯定就是比丘嘛，因为他知道会回来之类的。对对对。但你说有没有可能变卦？很难说。这个敬畏市场。但当大家都不要的时候，其实就是以左侧的思维的话，确实是值得用另外一种风险去买入的啦。对啊，这个就是过程。然后当它下次涨的时候呢，就会没买人就觉得啊，那时候应该买的，可是不好意思啊，你就是选择不买啊，所以就是你就种什么瓜得什么果啊。那这种便宜的时刻呢，我会很珍惜。对于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我像是就是我摔了一跤，然后那个好像在做复健，然后我一样相信加密货币，而且更相信就是狗狗币嘛。那当它价格便宜，再加上我的信仰，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利好。OK。台湾的婴儿潮时代大概是1980年末，也就是他们30岁左右的时候，房价为什么年轻人买房这么难？真的难啊！开玩笑。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大概需要50到70这个就4到6年左右。我们先想办法买更多狗狗币好了。以后真的有钱再说。好，然后你看这个韩国人呢，美国银行们真不是开玩笑的蒙，但是蒙人也不好惹蒙，他一直蒙，来看看谁会赢吧然后韩国因为它是韩文嘛可是现在 X 都会自动翻译。来啦，这个图文是不分国界的，我也回他这个直接敲起来。OK， 好，然后你看这个就是用 Dogecoin 做交易嘛，对不对？直接转过去，哇，叮 ，OK， 扫一下就好了。好，然后一定也有人说，那个价值怎么算？它如果价格波动的话嘞，你看它这边，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这样，一定是用法币计价，然后即时汇率转过去的，一定是这样的。然后至于愿意接受狗币的商家，我觉得基本上有2种模式，一个是这个支付系统，当下即时的把那个汇率买给商家，就是说，假设商家自己决定最终结算货币是 U 还是狗币好了。那如果假设商家选择 U， 那中间这个支付商以后可能是 X Money， 然后或者是现在这一个支付商收到狗币之后，好，我帮你就去交易所，或是我自己帮你处理掉，然后用汇率的，好，我给你 U， 这样是可以的这样没有问题啊。对啊，所以你说什么狗币价格怎么样的话，会影响到交易？没有啊，没事啊，即时的汇率，对，即时的汇率，然后多少它条码出来，然后这样扫过去。那你说如果刚好扫之前，然后刚好币价怎么样之类，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概率跟几率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愿意接受狗币的商家，我觉得他基本上这个概念其实基本上就是无条件的 market buy Dogecoin。他把他的收益直接变成 Dogecoin 储存起来，或是以 Dogecoin 的形式，他相信狗狗，对，就是他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态度。那他确实是可以拿来做交易啊，没错。好 ，OK， 好，这个就是狗狗币啦。然后这个很好笑，这有人用马斯克做这个影片。Do you need? I hear you have $1 trillion. Yes, I am a trillionaire. But I don't actually have $1 trillion. I want it!
There's no money. Give it to me! Hand over the trillion, paleface. 哦，好像那个恐怖 Come 片。 back with my money.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our $1 trillion, comrade? I keep telling you, there is no money. He's hiding it! I bet he swallowed it. Let's cut him open and take it. I don't have $1 trillion. All that wealth is in my rocket company. He said the $1 trillion is in his rocket. Let's go get it! 然后去火箭。Let's start smashing stuff until we find the trillion. Don't press， 那只猫猫的手出现了，按下去，这是起飞，乱来。 Good thinking there, Mr. Sprinkles. Those people were scary, but luckily they were extremely stupid. Now let's go swim in the money vault. The $1 trillion is all mine. 这下 AI 真的太猛了。可是就是像那个下那个词汇什么，那也很重要啊。X money is coming 哦，这今天早上看到的Doge Insider 它这个 cash 的 swap program 啊，钱的转换系统OK， 那它应该是那个封测人员啦哦。然后你看 Doge Designer 也 probably X money， 还是 X money 会直接迎来牛市？没有啦，我觉得不用想太多，要敬畏市场。我觉得敬畏市场就是光是比特币那个10月11那个，我那个时间点就已经很悬了那个时间点真的有敬畏比特币的周期，所以好，我们一样先参考周期时间点，高点后的比特币1年后会找到底部，所以那也差不多是今年10月，所以现在6月26号，我们还有大概3-4个月，那我们就静观其变，然后保留一点力道，因为它如果还有会往下的话，你不能把子弹打太光哦，就是保留一点实力哦，也不是说看它没有或什么，这是越香不是越棒嘛，对不对？所以就而且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比特之前我记得没有在底部，真的最底部没有很久。那什么15000左右那个15000到17000那阵子，其实并没有真的很久，可能半年内。那狗狗其实在便宜的很久，所以一样敬畏历史，然后怎么样的话呢？基本上要1至2年的准备，我觉得，所以呢，对我来讲是利好啦，因为我才能用便宜的价格，然后给我时间买回来哦。我是这样想要复仇的，然后希望我要跟未来的3-4年后的我说句，我知道你可以的，对，加油！这个复仇计划再把它买回来吧，然后跟着狗币上月球。好，然后来 Cedric 看他说 I have never sold a Dogecoin. I'm retarded. 他智障啊，他就是没有卖任何的。好，我觉得这种很屌，因为他就是相信信仰。那我觉得我不管像什么台积电或是什么，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他在持有他真的看好的那个标的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要卖啊，他没有要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也有这种人嘛。对啊，这个就是信仰所在。看似很笨，你用短时间周期下看似很笨，可是如果玩长线的，是不是随着时间过去，你要这样玩，其实未来的人往回头看的时候，都觉得早知道这样就好了，或者是他这样做其实没有错，只是当然他不是最大利润化哦。如果你有坐过山车是有点可惜的，但本来就是加密货币的市场就是有各种风险，然后各种的那种预测。然后对，各种都有，然后有各种坑的，然后什么助记词的、骇客的，然后也有交易所会倒的，哇，各种坑哇，所以都不简单。那这个一路大家加油，好，然后韭菜君也是，我很敬佩他，他也是就是蛮理性的，然后都做的我觉得很稳，而且也都是实时的一直看着狗狗币啊，对啊，这也是真爱啊，看得出来啊，好。然后看一下这个精选图文吧。好，这个是 Luca 的 Dogecoin。OK， 其实 Luca 不简单，我好像亲眼看了他就是每天的持续 po，
狗狗币的图哦，然后跟人家互动哦。我亲眼看他当时可能才600粉丝，他现在已经4-5千了。然后我的成长，我没有很长的发，我的成长，我如果有稍微勤一点点，有会多一点点，但都没有他们多。他们真的是，你越活跃，就是可能就越容易成长吧，对啊，真的不简单欸，我觉得我也敬佩，好。因为其实他做的这些事情，也是狗币持有者希望看到的，就是互相给能量。就是你其实也选择了 HODL， 或者你选择相信狗币，那在这个路子上是需要伙伴的，有伙伴，对，你会比较舒服。那盘呢什么的呢？可以看，但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你有设定的 DCA 你就按照你的计划走那个盘呢抖来抖去，那是盘就是这样。我们不用去搅那个局，我们的心情不要被那个影响，我们想办法把每一天过好这个也是熊市生存守则。对，你看3年后都会涨的话，如果你知道3年后它会涨，然后你发现你这3年都闷闷不乐，那你干嘛啊？既然都会涨的话，都有周期的话，好，那我们就列这个计划，我们自己心里有底，这个就是一个等待阶段、囤积阶段，没有必要闷闷不乐，我们要边囤，然后我们要活得精彩，我们要活得快乐，然后等未来2-3年那个牛市来的时候，哇，更爽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规划吧。好 ，I'm buying more Doge right now 他买了更多的狗币。然后说，哪有人一坐下来就说这个，他有稍微改一下这个。OK， 没错，火在烧。It's Friday yet？ 快了，快要礼拜5了。然后这个哇 ，GTA 6 Legendary 耶 ，AI 不知道有没有帮忙他真的做超久的。OK， 如果 AI 早点出现，搞不好 GTA 6更快，有可能好哇，然后不到24小时发生6次大地震，这个真的很Oh my God， 哇，希望那个大家都平安。这个是就是其实无时无刻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发生啦。对啊，然后故事也是，币圈的故事也是，大家加油。好，然后这个是比特币、狗狗币，是10分钟的交易。虽然它后面还有什么闪电网络什么之类，然后那个钱包一直有在进化那个网络，但它的手续费还是高吧？然后狗狗币才酷啊！它几乎是没什么转账成本的只是交易所都爱给人家多收呢。其实它真的在转，它不用那么多手续费呢，那都是交易所给人家偷收的呢。好。比特币的最后牛市陷阱结束了，然后现在进入最后的崩溃阶段。你看他就说什么60到53、50、48、43，然后到7月为止48，到8月为止43。请记住。然后这个我已经看到，我已经在 X 上面看过太多了，他们不是都复制的。然后说这几年来他都精准预测，屁的！我科比多我可能比较信，没有啦，科比多是真的蛮厉害，真的我真的敬畏他，因为我其实从那个上一轮的比特币15000、17000我就知道他了，对，然后我就 follow 他了，但因为我是狗币lover 然后我是狗狗币的 Messi 所以我是看着他玩比特，但是我买狗狗对然后我也不想要乱搞，就我选择了一个坑，我就是玩好我的狗币。我如果中途更改方向万一狗开始喷了，那我不是呕死？所以我不要想要这样的结局，所以我没有改变我的方向。OK， 反正这就是个人选择。好，那反正下一轮要怎么加油呢？就是接下来他去找那个便宜筹码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去给他低起来。好，然后他说这个好，每个都说这个，但是就敬畏市场，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有可能嘛？因为进入10月其实就是3个月嘛，等等看。然后 Do you remember buy deep？ 然后你就会挣1000%to the moon， 然后下跌 game over， 然后你要继续吗？当然。剩一个 HP， 你看大家来 Let's go， OK， Doge， 哇，可以的啦。但我们很多人不是真信仰的话，都是看他涨了才觉得，他好像有料才想买。真正这种都不是真信仰，真信仰是你真的看他好，然后当价格便宜的时候，你觉得是捡到宝。我觉得这个就是真信仰。然后投资虽然说有所谓的分析嘛，对不对？然后假设你就撇除这些分析来看，就是我觉得真信仰就可以做到左侧的概念了。你只要纯信仰的话，但这个其实你要说危险吗，或是什么？就还是看信仰。你真的太有信仰了，你可能没意识到那个危险，但是可能在旁人看来，
觉得你也太危险了吧？好，就像我买狗狗币一样，其实之前可能我的朋友或怎样就觉得说，投资哪有人只买一个的我上一轮真的只买狗真的就是其他的小币也有买，但其他小币我买的微乎其微，99%都是买狗。对啊，那就因为买过贵的，你越便宜你会觉得越应该买啊，不然我之前买贵的是傻逼，因为我就是看它有，然后就是这样。太相信了，而且上一份工作好累好辛苦，好想要从红楼解放。公司是红楼，对，不要争那个叫什么，不要争红牌，什么楼牌，是不是哈？是要想要自由之身啊。好 ，OK， 这个是就是聊聊，然后这个0.07 we meet again OK， 会不会再往下呢？那我也给他留言哦，就不要 worry Doge， 我会接你到我的袋子里的。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买，对不对？你看，假如说以买的心态，你要买哪个价钱？当然是越低越好，白痴哦！你现在就不是卖的时间，你当然就是眼睛就是只管买啊。然后至于什么时候买，这样子，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现在不是卖出季节。当然，除了如果你要做一些坏的事情那种，当然我真的觉得那个价格便宜的时候。然后这是个人选择，但我已经受伤，我没有办法再那样乱搞了。OK， 好，就囤好就好了。便宜的时候囤 CP 值超高，那个牛市就暴击了。好 0.0718 OK， 然后 come back no 好好笑，没事啦，就是有信仰的人他会捡钻石啊。好，然后这是过程难受嘛，就是要时间。要时间，那些就是要让它躺在冷钱包里。DogeOS 这个这么巧吗？有脚嘛？好，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狗币的社群就是这样。你看他有一个人 po， 他有试过了，我想要 get rich， 然后呢，下面的人回这个，我快笑死，眼睛直接给他盖上狗币，好好笑。OK， 好，然后他呢，Crypto is pumping 反过来看，没事了。OK， 好 ，Hado OK。I'm not selling， 然后其实是根本不能卖，因为已经跌了很多了，哈哈，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如果还在上班，就低嘛，就低啊。那个牛市的时候都是暴击啊。好，你无法用比特币在 Costco 买一条1.5美元的热狗，手续费比热狗还贵。好，没错，Dogecoin可以买任何手续费不到1美分，真的，什么0.003还0.02这样子，真的。那是那个币安坏 OK， 如果用那个买Doge那个钱包我记得也都蛮小的，什么0.01之类的。好，然后你看有一个流星然后他希望 Crypto go back up， 然后就他直接不下来了，哭了 OK 然后这个要告诉图表说不要再下去啦没事啊，你有信仰，你知道狗币的好，你要替为下一轮做准备，是越便宜越好的。对，当然那个它有一个大周期的那个斜线，如果整个跌破很丑啦，是啊，但马斯克也有看上狗币，所以加油咯，加油，好没有？然后这个 Surf 我很喜欢它的能量，好 Dogecoin 这个原生翻译的，价格在蓝水中。月线 RSI 处于历史低点只是说而已有没有？它不会马上喷，但有没有 RSI 已经反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下一次减半的时候，我们要接下来面对可能就是有这种无聊盘。对，这一段真的是无聊，真的他妈无聊，真的会，然后一定会那种怀疑人生。有 low 的声音，好，好，然后这个火山哥兄弟们最近小心点。BTC 呢，要是这边跌破59000回不来，场面非常难看，没错啦，这个其实就是敬畏市场。然后，但是你看他说砸到这个58000，然后会有1.6亿的多头会被清算，然后但最烦人性的来了。没错，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要跌了？大家都想等，那会不会？所以不知道。那你现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无视涨跌这个就是幽灵心态，不死之身。现货就是这样。那但是你会受到魔法攻击，魔法攻击就是现在价钱不美丽，然后你可能会不舒服，就这样。但如果它突然来个井喷，因为你在车上所以这个都，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对，真的是相对，那就是看看自己怎么分配吧。那心态呢，或是怎么样呢？基本上我已经也养成习惯，我都在这里，狗狗币的，我们一起加油，好，没错，然后 guys 不要恐慌。我就是呢 taking a dip 它就是潜水一下而已。然后呢，在投资 crypto 之前开这个车，
可能是 Toyota 吧。然后投资了 crypto 之后，坐公车，好，大概是这样啦。那就行情磨人啊，但是要自己心里有个底。现在我们要做的计划就是囤币计划，可以慢慢启动，要开始存钱。然后大概10月之后，就低起来，没错，就是低起来。然后可能要低个1-2年，真的，要先做好这些心理准备。但是你低完了，这2-3年过去了，要跟未来自己讲，就是会那个你牛逼。然后如果甜甜的果实也是因为你做到了，然后上一次呢，就是因为我做到了，所以我才能体验到那个福音。那个福音对我来讲是真的很大了，真的很大。它都没有到大爆盆我当时是真的就是要那种直接可以觉得可以到无忧无虑的那种等级的，但没事，在这个 AI 完全取代工作之前，下一轮，下次一定好。狗民一天安心，大家拜拜。